Hello，大家好，我是鹏鹏牧师。好，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非常有创意，甚至我们有很多的时间跟自己的内在相处。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开始自己剪头发，因为真的是 lock down 太久了。我也是 lock down 太久，整一个多月没有剪头发，所以呢，我刚才就试一下自己剃，我觉得剃得非常难看，所以呢，我今天就戴帽子来拍这个影片。你们是不是很想看？但是我不会给你们看的，看了我再考虑一下，在这个的影片最后我考虑一下，到底我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太丑了吧！所以我真的没有天分哦，做这些太细心的这些工作，这也是自我认识的一部分。所以在201的课程，今天是拍第2段哈。希望大家真的有看上一集的影片，然后也真的去做这个练习。上个影片的功课呢，就是自我练习不是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如何告诉别人，如何告诉别人，这就是我嘛。所以你是呈现一个自己的一个部分，然后透过语言来讲出来说，或透过文字来写下来。我是谁？我是谁？记得不要告诉别人你的身份啊、角色啊、工作啊、钱啊、家产啊什么之类，这都撇开了都可以做到。有没有觉得很难？这个是很难的，第一次因为这不是我们熟悉的自我介绍，但是这才是自我认识啊。如果我们这个201的课程的功课那么容易，你就不用来上了。但是如果你做这个功课你觉得很难我觉得有一个的方法，就是你先安静下来，然后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一个一个来撇开，这是很重要。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啦，就是形容一下自己的自我性格啊、品格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的。如果你觉得真的写不了这就是你认识自己这非常少啊，所以你来上这个课程就是做对了选择。然后今天呢，我要讲呢，201我们还是要学习，就是关于自己和他人还有情境的一个部分。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一个圆圈然后有3个部分，这个圆圈就代表自己这整个人就是一个人，不是自己，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呢，他有3个部分，就是自己的部分他人的部分，情景的部分。我们一定有这3个部分的，因为呢，我们每天的生活，就算我们现在是 lock 到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也一直在想其他人对不对？好像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在隔离在家里面，但是我也是思想不断的跟其他人相处。还有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我们又用 WhatsApp 又看 Facebook 全部都是互动还是有他人的存在。然后情景environment 等一下我这3个部分慢慢的讲为什么我们说认识自己，然后我们要认识这3个部分呢？因为我们成为一个人我们不能够缺乏这3个部分，任何时间都有这3个部分的。OK， 任何时间就有3个部分。怎样说呢？就是比如我现在一个人在家，但是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影响到其他人或者这个环境的。比如我这几天就是一个人在家，然后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制造了很多垃圾，因为我要叫外卖，然后我又买了很多不同的食物，然后弟兄姐妹有拿一些食物给我这些全部都有包装，然后我就发现我从第1天就第1袋垃圾，第2袋垃圾，第3袋垃圾，我发现然后我就开始有一点的内疚，我就觉得我制造那么多垃圾，这些垃圾怎样来？我都没有出门，你知道吗？我没有出门，但是就那么多垃圾，就是我们打包包装这些等等的东西都是有垃圾的，或者我自己煮饭也是有那个厨余等等的，这些都
我是不是没有影响到别人呢？这是我自己垃圾，不是的。然后等到很晚的时候，我就跑出去，我就丢垃圾。那这垃圾也影响着整个环境情景，也影响着他人。所以不要说自己一个人就没有影响到其他人，不是的。就算你一个人去吃饭，你走进餐厅里面，你的脸色是好的还是白的黑的你其实都在影响着这个餐厅的能量哎。所以你身为一个人，你只是在这里坐着什么都不做，其实你就影响着这个世界，你就影响这整个的能量场所以我们逃脱不了这3个部分：自己、他人和情景。自己呢，就是说我们讲到的自己就是自我照顾或者我们人的部分呢下一堂我会讲自我环，就是自己里面包括什么，包括8样的不同的部分。这8个不同的部分我们都能够照顾到这叫做爱自己。因为太多人说爱自己，以为吃好料，以为去买名牌，买什么东西然后照顾到自己好好的肥肥胖胖的就是叫爱自己。其实不是，爱自己是内在的，有8个部分。这8个部分你有没有照顾到它？你有没有认识它？有没有和它连接？比如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感受。很多人就打岔我们的感受，哎呀不开心去唱卡拉 OK， 哎呀不开心去吃甜品，哎呀不开心做这个做那个，我们都很少的来到说去陪伴我们自己的感受陪伴我们自己的感受。所以这个就是自己的部分。然后他人呢，他人就是互动我们有没有照顾到别人不是说没有了别人，就是我们想讲什么就讲，但是人家能够不能够去接收接纳这些东西？你知道什么叫沟通嘛？什么叫语言？语言就是沟通嘛，对不对？语言就是你讲出来就是为了要沟通语言不是讲出来就是说我懂这个语言，我好厉害。语言沟通互动，做任何的东西互动都是能够让他人明白和了解。但是很多人现在讲话只想或者互动只想我互动，我讲话我就是表达我自己的东西，但是别人 get 不到，或者很多时候他们听到的或者接受到的都是有产生误会的而这个产生误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照顾别人，我们就是只按照自己的文化背景讲我们想讲的，讲我们喜欢讲的东西就不管别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存在情景我们不但照顾到自己，照顾到他人，也照顾情景。情景是什么呢？就环境。现在我在哪里？我在自己的家。我在哪里？在香港我在这个自己的家。然后我可以在我的客厅小便吗？不可以，因为我要照顾到情景。小便要上厕所，对不对？要睡觉在哪里？不能在客厅，在床上面睡觉。然后厨房在哪里？煮东西应该在哪里？这些都是照顾到情景情景呢也包括了什么呢？时间常常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很多人都迟到，很多人迟到。以前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我觉得香港也是迟到的很多人我觉得为什么迟到这是香港的时间，不是马来西亚也是这样。然后我去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也是迟到。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照顾到情景，不是说文化，不是一个文化，而是有没有照顾到情景。然后我们在上课或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有些人就拿起手机不是看经文，他们是在玩 Facebook， 或者有些人还在抓那个 Pokemon， 在那边丢球我也看过，亲眼看过。所以你在这个场合，你在做敬拜，在做主日崇拜，你就一致性的专心的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没有照顾到情景，我们在不同的场合要尊重不同的场合。所以当我们说一个认识自己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我们无时无刻我们都有这3个部分。而我们认识自己最终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健康。我们要走进健康的生命，阿们，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上课？你为什么要来上201叫做认识自己呢？就是因为我们想健康啊，对不对？所以健康的人生哈，首先第二堂哈，就是说我们知道有这3个部分。好，知道有这3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留意自己的生命，到底我们现在缺乏哪一个部分，或者我们通常照顾到哪一个部分比较多哈，这就是你的功课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照顾到不同的部分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情景哈。好，第一个情景呢，它就是照顾到别人啊，他没有涂黑的那个部分哈，他有照顾到他人，他有照顾到情景，但是他没有照顾到什么？没有照顾到自己。OK， 他写自我，其实自己是比较适合的翻译哈，是吧 ？self 就是自己，他没有照顾到自己。当你没有照顾到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委屈自己。在什么情况你会这样？你的功课你就是要留意，在什么情况你会这样？可能在家庭，你爸爸妈妈。你就不敢了哈，但是如果是你哥哥或者你姐姐或者弟弟妹妹的话，或者其他朋友哦，你就是会照顾到自己，你就不会委屈自己。在什么情况？比如你上班，你的老板是要给工钱你的嘞，他给钱你嘞，所以你会不会说，他叫我做什么，就算我不喜欢，委屈自己我也要做，那就是我们叫做讨好 ，OK？ 讨好。好，第一个情况这样子就是讨好，然后这个情况哦，他一定是按着自己的良心，按着自己就有委屈的。比如我就是每一年我会回马来西亚大概1-2次，那我爸爸妈妈会煮饭嘛，那我爸爸妈妈可能煮饭年纪大了嘛，所以比较咸哈，他们做的比较咸，但是我吃的时候哦，我也吃得很咸。那我爸爸妈妈问我说好不好吃，我说很好吃，我一定说很好吃的，你知道吗？老人家然后还要煮饭，多累啊，你知道吗？煮饭，我当然说好吃啊，对不对？因为我感恩嘛，这是委屈自己吗？对，这是委屈自己，但是这是不是讨好？这就不是讨好了，因为你是愿意这样子去做的。OK， 你愿意，所以当你愿意的时候你不会产生压力的，甚至我会有一种的小感动在我的里面，就是你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对，所以这不是讨好，所以讨好一定是委屈自己，是自己不愿意的。当你不愿意委屈自己的时候，这就是讨好的情况。好。所以你做功课的时候，你就留意想一下，我知道你们现在在 log out 大部分人然后你就想一下在什么情况我会有这种状态出现。好，第二个状况呢，它就是照顾到自己，照顾到情景，但是没有照顾到别人。OK， 他对自己很好，他也不会委屈自己，他只是做愿意做的事情，不愿意他就不会做的然后情景他也照顾到，在不同的场合时间他也照顾到等等的，但是他没有照顾到他人，他就不管别人，不管别人是不是第一次来教会不管别人是不是新朋友，也不管什么，总之他要讲什么他就讲就是有点自私的状态。那如果是这种的状态呢，这种的情景呢我们叫做指责。OK， 叫做指责通常我们指责的时候我们是不会体谅，不会谅解其他人的状况的，对不对？我们只照顾到自己。我现在很生气，我就是要发脾气，我要翻桌子我要打人，我要骂人，我要讲出口诅咒他什么的，我们就没有关心到他人的，对不对？这种叫指责的状况。好，然后超理智，理智好不好？理智很好啊，但是是超级理智。怎样是超级理智呢？那你看他没有了自我，没有了他人，他只有情境。
这种朋友呢，他好像机器人。比如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任何时候他就会说什么什么博士说，什么什么专家说然后他就会帮你分析就是很多都是别人说，什么专家说，他没有自己的感受，他就把自己的感受就是打叉或者压下去，然后他也没有感受别人的我记得很多就是我做辅导的时候，也有很多情人情侣找我，然后很多时候埋怨的就是说对方就是不体谅我我跟他说什么他都非常理性的回答有一次就是他回家就被老板骂嘛，然后回到家就跟老公说，老公我今天被老板骂，然后老公就帮他坐下来分析到底哪里出现什么，然后他的老婆真的很伤心很生气耶，觉得我不是要你帮我解决问题，我只想你听听我的诉苦，你抱一下我，哄一下我，那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嘛。但是超理性的人呢，可能他就会一直在头脑理性的那个部分，理性很好的，再说一次，但是超级理性就已经是没有照顾到自己，也没有照顾到他人。你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他就会用想法回答你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理性我问你有什么感受？现在我觉得挺好，觉得是一种的思想，不是感受，不是 feel the feeling，OK？那最后一个的情况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叫做打叉打叉呢就是所有东西都没有了这个比较可怜打叉呢就是没有了自己，没有了他人，没有了情景。怎样的状况会有这样子的呢？逃避咯。比如我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很会打叉的。其实，在很多情景里面，大家可以慢慢的思考、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我爸妈吵架的时候，我中学的时候，爸妈吵架，或者家庭有人在吵架的时候，我以前是有那个脚车或者脚车然后我就踩脚车出去逛街我就不管。然后其实我有没有情绪，我有没有自己的情绪？有我就很伤心，也觉得很烦，也觉得有点生气，也是觉得有点委屈但是我有没有照顾自己的情绪？没有。然后别人的怎样的状态呢？他们在吵架，他们在烦，然后我有没有照顾到他们？没有我就快点逃走因为我逃走的时候，他们其实更难受，他们可能觉得就是很内疚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情景情景呢就我也没有照顾到情景然后我就立刻走，所以这3个部分我都没有照顾到，我就逃走逃离 run away。 所以呢其实打叉呢就是一种的 run away。 但是我想讲这4个的状态都是我们很自然的发生在压力的当下。如果没有压力这4个情况是不会出来的，只有在压力底下，我们这些才会出来的，是不是很黑我已经尽力了。所以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就是这样所以你的功课就是开始思考，通常你的人生、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互动，你用哪一个比较多 ？OK？ 你哪一个情况比较多？可能你可以说在我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就是讨好比较多，然后呢，我在家里面呢我就指责比较多，可能我在爱情的里面呢，我就理性比较多，可以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情景，我们接受到不同的压力，我们会用不同的姿态。OK， 这个整个的教学呢，叫做求生姿态。求就是我求你的求，生呢就是生存的生，求生存的姿态。OK。
好，那你看到有不同的人哈，这个就是讨好的姿态。讨好的姿态呢，它是跪着的，然后一个手呢是好像能拿东西一样的哈，这种状态像拿东西。其实每个人讨好，我们都是有东西想拿到的，哈。为什么？比如我想，我讨好我妈妈，其实我是很不愿意的。比如我很不愿意，然后我要讨好她，我想拿到什么？那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比如我讨好我的老板，为什么我讨好老板？我想拿到什么？很明显就是拿到月尾的那份粮啊，对不对？那个薪水啊，哈。所以工钱啊，这些都是，比如爱情，也有很多人在爱情里面成为讨好人。哦，这个关系是讨好，因为他想得到他的身体，或得到他的爱，得到他等等的东西哈。不知道，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比较多讨好的，在生活的里面，指责的姿态哈，那指责就是大家都会指责人哈。其实一个手指指责别人的时候，3个手指是指责自己的，对不对？哈，然后一个手指是向上的哈，就是他怪你，也怪天哈，指责上面，指责天，然后3个手指指责自己，所以所有指责的人，其实他也非常讨厌自己的哦。然后你看到他的一个脚前，一个脚后，站得很稳，然后另外一个手是叉着腰，叉着腰呢，这个姿态呢，其实就是他有道理的。我都说了，我3个星期就说了你了，你还这样子做，是不是现在就活该？所以他是一定有他的那个道理在的，如果他没有道理很难能够指责别人的看看你是不是这种然后就是超理智，你看超理智的就叉腰然后头呢微微向上，好像看不到呢就是有点骄傲有点不可一世的这种状态。他就是超理智，然后他就没有感受，只是头脑上脑的，全部东西上去打叉这个就比较难理解打叉呢就是说他就是逃避嘛，就是转身嘛，这样子。好，所以呢，看看你是失去哪一个部分，通常失去哪一个部分。如果你做了这个功课，你觉得不困难的话，你可以继续做。做什么呢？了解你的家人，看看你爸爸他是讨好的、指责的、超理智的、打叉的比较多，还是你想一下你妈妈是哪一个比较多？那千万在这个的我们叫做求生姿态里面不要加一个型字比如说讨好型指责型什么打叉型超理智。这些是错的，这非常不专业外面有很多人教这个课程都会加个型，因为当你加一个型的时候，你就定型了，你就不能改变，这是错误的人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相信人是可以改变，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定型。如果你是比较是讨好的，那你就是比较多讨好，你一定会有指责，一定会有超理智，一定会有打叉，不是说你是讨好的你就永远讨好 ，no 所以改变是有可能的 ，repeat what I say， 改变是有可能的，这是我们上这个课程非常重要的信念。好，来，我们就好好做功课，然后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快点订阅。那下次呢，我一发这个片的时候，你就知道，然后你就快点去看。好，下个影片再见喽。我要不要给你们看一下啦，这里那么黑，看。OK， 拜拜，太难看。